昨天第一把的峡谷之巅，你们不是老说我心态不好吗？第一把知道吗？第一把我就遇到了 Q 区的国服人马，然后被对面给办了，他就跟我换位置，我也同意了啊，正好有难道玩。然后他是一个卡分的，知道吗？用阿克上故意掉分。峡谷的卡分有多严重呢？你遇到的10个国服有6个是卡分的。什么是卡分？我再说一遍，就是没有硬实力，只能用歪门邪道。如果对面的阵容感觉好打，或者是自己的英雄没有被ban，就拿出来好好玩。反之，对面的阵容很克制你的英雄，或者自己的英雄被ban了，就会随便选一个英雄故意去输。很多人会说啊，别人怎么就故意输了呢？阵容不适合，不想掉战力也是错吗？他如果真是这样想的就好了，知道吗？我不要求你必须得拿战力，知道吧？我不是道德绑架，但是你玩其他英雄也得认真玩。什么是卡分呢？就只要我的这个英雄玩的不是战力，我就故意去把队友搞输，因为只有这种局输了，自己拿战力的时候呢，大部分的局才会变得好赢。所以卡分被骂不是因为你不玩战力，而是因为他不玩的同时呢，还要故意去输，去坑害想赢的人。打完这把我举报了，没用，没有任何惩罚。然后我就用主播通道举报，举报完了，1天过去了，今天人家还是活蹦乱跳。我在对局里我跟他说你这样演我录屏了，人家回了我句没用啊。当时我觉得我可是有主播举报通道的，敢这么挑衅官方。昨天举报的今天果然没用。所以说游戏环境你不管， EL 机制你不改，霸王龙都说是稀烂的改动，你就是留着当宝贝。说实话不管你怎么改，其实核心的问题就一个，就是不好玩。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求符文大乱斗回来？不就是因为你排位就折磨人嘛？你的峡谷之巅，你的排位，这些竞技模式都是折磨人的呀。一玩一个不吱声只要你是一个正常人，正常的去玩游戏，你玩上3-4把你必破防。这个游戏环境就这样。AI 发展这么快本来是为了造福人类的，结果他们用这个呢来操控你。如果说你连跪的时候逆风局、高压局你还是好好玩，战绩还能保持住，再拿几个 SVP， 他会把你标记成老实人，知道吗？继续折磨你。一旦你破防了，送个0-9，下一把直接给你排4个4打5的队友。我表示无话可说。这个阿克尚游戏里面明着演，我没有污蔑他人家在游戏里面说了没用。看看人家的峡谷数据，这就是我们的卡分 Q 区国服第26人马，个性签名只有我来诠释人马，卡的是分，没的是妈。再看我昨天后面打的战绩，你告诉我没有认真玩这个游戏吗？这个杀除机制你能不能改了？上过传说的号跟没上过的，你一个赛季里同时打一下，你试一试。你建一个新号你要嫌麻烦的话，你去螃蟹上收一个最高大师没有打过峡谷之巅的号，你去打一打试试，比你自己的号上过传说的号好打多了。因为你是老玩家，知道吧？老玩家的号就应该带新玩家带菜的，所以你排的大部分队友呢数据都不如你。反之，因为这个游戏它是互补的，知道吧？如果你用新号，你的队友大部分都是老玩家，并且 KD 比你高，你不需要 C 你就正常玩，你的胜率是要比你自己的大号玩起来要高的。什么 S 不掉分，治标不治本不对标都治不了。这个机制你不调整，它就是不好玩，知道吗？玩起来没有意思。你就是把峡谷什么都改一遍，都改成海克斯版本这个版本那个版本，你没有用，知道吗？核心的问题很简单，不好玩。你什么都不改，只要游戏好玩，玩的人照样多。这几个赛季为什么弃坑的人多呀？真以为是讨厌你的改动吗？你要改的好玩的话，他们为什么要弃坑？为什么都去玩符文大乱斗？现在人少了，给你改个 S 不掉分，有什么用对吧？你的 EL 机制就是不改，因为改了的话，这个游戏就没有那么多的千场王者了，没有这些人打日活，这个游戏的活跃度更低了。你想想，一个正常玩家一天满打满算能打6把吗？这些日活哥都是平均一天20把起步的，一把机制给他改了，他他妈一天20把反而还掉分，你说他还会玩吗？反正我是体验到了为什么有的人会注销账号。你被折磨一整天，真的有一种想注销的冲动，只能说玩吧一玩一个不吱声。说实话，真不如隔壁巅峰赛，峡谷之间的含金量跟隔壁的巅峰赛真的没法比。你不说别的吧，就这些国服，对吧？排位是拉分的，峡谷是卡分的，这种水平的国服，对吧？你换成隔壁的，你不说小国标吧，就是省服拿出来，你都感觉很踏实。你别跟我犟我玩了4年王者，上过2300分，也上过101星，隔壁的含金量就是高。以前他们比咱们低，因为以前的话咱们是加分制，有隐藏分系统的，有些日活哥一个赛季打1500场，连个宗师都上不去，因为他数据太低了，知道吧？赢一把加12分，输一把呢扣20分，所以他一输一赢只会掉分。
所以当时啊排位是加分制的时候，我们的含金量比隔壁高很多，包括峡谷之巅刚开的前几个赛季，是真的比隔壁有含金量多了。但是现在啊狗屎，知道吗？真的狗屎！我排到好几个46胜率的传说，46胜率呀，怎么上来的？峡谷的这个加分出了问题吗？理论上来说，50%的胜率他都得掉分，结果46的胜率啊，打了800场，他就传说了，段位变成了一个日活的奖励，而不是为了区分玩家。什么水平的人挤在一起一起乱排，他能有体验吗？你在线时间长，你打得多，我奖励你一个传说，这还是竞技游戏吗？反正我这个号我是不玩了，喜欢卡我日活谁爱玩谁玩，我去买一个新号玩，我去买一个最高大师，没有上过王者，峡谷之巅也没打过的，我买个这种号玩总行了吧？如果你是正常的玩家，想想你的号，你花费了心血，花费了金钱，对吧？又买皮肤又干嘛的，最后你的号呢被标记为老玩家，你的体验远不如别人，你越认真你越输，图啥呀？图自己是个大冤种吗？这把人马你们也看着呢。装备的话，左下角这是峡谷之巅的出装，排位组排的话还是出3项星石和焚天好。人马在峡谷之巅还是 T1级别，他的节奏能力很强。你像这把3路逆风，我能带成顺风。虽然最后那确实没办法拖到后面了，队友的实力又不行，虽然被翻盘了，但最起码他是有能力把队友带成顺风的，这也是他的强势之处。所以我是建议新玩家用人马的，因为你的新号没有打过峡谷之巅的话，你玩人马，你的队友很强，你把节奏带好了，后期你开个团，队友跟上输出就赢了。反之，你如果是一个老玩家，人马这个英雄千万不要碰，知道吧？谁玩谁输，因为只会给你排4个混子，后期没有一点用，知道吧？人马特别需要队友后期站出来。至于所谓的 S 不掉分，听听就行了。策划是不可能放弃这个 EL 机制的，就像当老板的，怎么可能不压榨员工？